一對高級嘅龍組配搭低阻力嘅輪胎，可以話係對提升單車速度嘅最直接嘅改裝。好多車友曾經同我講過，跟廠車嘅原裝車鈴個質素只係一般。所以好多車友買部新單車返嚟，第一樣嘢就係改裝龍組同車胎。今集就會同大家介紹下呢一對叫做 Hyper 嘅碳鈴，係由 Winspace 出嘅。呢一款碳鈴喺市面上已經流傳咗一段時間嘅啦，好多專業嘅 YouTuber 都有介紹過，評分極高。今集就會同大家測試下，睇下佢跑山嘅速度，同埋分享下我對呢一對碳鈴嘅評分。Let's go！第一眼望落去，呢一套碳鈴一啲都唔普通。佢上面嗰啲交叉蝴蝶紋呢，唔係淨係得個樣嘅，佢哋嘅設計係特登咁樣編排嚟令到輻線嗰啲開口位更加硬。車鈴嘅外質係26mm闊，係為25mm嘅車胎嚟設計嘅，適合傳統嘅有內胎或者無內胎都冇問題。我呢一對呢，就係佢哋最淺嘅款式，係38mm。深度嘅，除咗38mm 咧，佢哋都有呢個50mm 同埋超厚嘅65mm嘅輻線，係刀片型碳纖維做嘅，前16後21，盒係用 ceramic bearings 配呢個加大嘅17mm 軸心，轉得係非常之順暢嘅，對拎攞嚟比賽都冇問題，係完全 UCI approved 嘅。獅剎嘅龍組咧就跟埋呢一個碳鈴專用嘅剎皮，前後車軸。幾條士啤嘅輻線啦，已經黐咗無內胎用嘅貼紙同氣嘴。標籤上呢，38mm 厚度嘅碳鈴就係喺呢個1267 gram 嘅，我自己量度呢，就得到1293 gram 嘅。唔好唔記得佢係跟埋貼紙同埋氣嘴，個氣嘴呢都有4 gram 到嘅。同廠方嘅標籤重量差唔多，都係維持喺3% 度。我用開嗰對 Mavic 女鈴呢，就係25mm 深嘅，重大概18 gram 到啦。呢一套鈴呢，真係輕好多。Winspace 就建議我哋用 Schwalbe Pro One 或者馬牌嘅 GP5000 無內胎嘅款式，我就最尾選擇咗用馬牌 GP5000 嘅。跟呢個乳膠內胎，安裝方面就非常之簡單，我用徒手都擺到上去，但係最尾咧都係要用少少胎棍嘅。前後兩條胎用咗大概幾分鐘就安裝到上去啦，都可以話好容易。OK， 咁而家我哋擺套鈴上部單車度出去跑下山。我真係一個單車迷，無時無刻都諗住部單車，返工返學食飯，就算發緊夢都係諗住單車。如果你毒癮去到咁深，我有個好介紹俾你 ，Man on Wheels 開始推出同公路車有關嘅服裝設計，係由其他車友分享嘅。如果有興趣就不妨遊覽下我哋嘅網店，我會擺條 link 喺下邊。聽落去冇 DT Swiss 咁高音，我覺得會比較接近 Chris King 嘅聲。你哋覺得呢？我哋呢個時間嘅測試方面呢，就今次就會用翻我哋之前拍3部單車嘅時間賽條路線，就係呢一條7.6公里長嘅山路，爬升呢就大概有136 meter 嘅。咁我哋揀嘅時間呢，就同之前一樣啦。氣溫同風速都盡量揀到一樣，出邊係21度，風速係16公里。
左邊呢，就係我哋用 Mavic Cosmic Elite 嘅鋁鈴走出嚟嘅時間，右邊呢，就係我哋今次用呢一對 Hyper 嘅碳鈴。套 Hyper 做出嘅圈速就係16分鐘零40秒，平均速度係有27.4公里，最高速度係去到63公里嘅。性能喺各方面都提升咗啦，圈速就縮短咗35秒嘅，唔係話快好多。但係呢一次嘅測試呢，其實都一啲都唔專業，因為我都係只係用呢個心跳帶嚟量度自己嘅輸速，同埋有其他因素可以影響到個結果。但係當我踩咗好多年嘅路線，就發現我係有勁多 PRs 嘅，可以證明呢一套鈴加埋呢一套胎係真係有提升到我嘅速度嘅。OK， 咁講下我對呢一套鈴嘅感想啦。首先我想多謝 WinSpace 肯借出呢一對碳鈴俾我嚟做呢一次嘅測試啦。想澄清一下，我係冇收任何嘅利益嚟拍呢一條片嘅，套鈴呢係借出嚟嘅啫，郵費呢都係自付嘅。所以我以下嘅評分呢，就係 100% 屬於一個未曾試過踩碳鈴嘅車友。喺呢一刻呢，我就踩咗大概都有300公里度啦，當中有單人踩啦，群組踩都有。咁啊，同大家分享下我覺得重要嘅 criteria。第一方面呢，就係個速度嘅改善。我開頭呢都唔係話點覺得有啲咩改善嘅 feel 唔係幾到咯，反而個腦呢就不停咁樣留意住後面個恰嗰啲聲。有啲車友呢就唔中意嘈嘅車恰，我就反而好中意。踩咗一段時間呢，就開始感覺得到速度嘅改善，但係要去到25公里打後咯，平路度咯，係容易啲嘅。真係車速過32公里呢，就更加明顯。同群組踩嗰陣時跟車食其他人嘅風味就真係明顯咗好多，好似唔使點樣用力都 keep 得到。而爬坡方面呢，我係講緊10% gradient 或者以上，我覺得冇乜分別咯，都係咁吃力。低回轉度發力嗰陣時咧，就好似容易咗少少，我真係唔係好 sure。OK， 呢個硬度呢一方面呢，我就感覺得到個轉向係明顯準確咗嘅，前轆呢就冇咁擺。同我對舊 Mavic 比呢個分別就係好似前面條軸扭唔夠緊咁樣啦。呢一套 Hyper 真係令到部車直好多。有啲人話發力會比較直接啲啦，我本人呢就 feel 唔到啦，或者因為我對腳唔夠力。OK， 剎掣方面呢，我係好驚喜嘅。我以為碳鈴絲剎一定會差過鋁鈴，但係唔係喎，竟然感覺係仲好似好過鋁鈴添。手感冇話越踩越腍嘅感覺啦，冇話過熱啊，或者剎到啲剎皮有窿味啊。套鈴嘅剎掣位置依然係咁完整，有睇開我嘅片嘅車友都知道，我呢一邊嘅山路可以好斜下嘅，就真係有用中個剎把嘅。咁啊，大家都知道 C 夾加碳鈴呢，喺落雨天氣係剎得冇咁好嘅，我就未有呢一個機會喺落雨天度踩嘅，遲啲有機會呢，就會同大家分享下。OK， 風速嘅影響呢一方面呢，亦都好驚喜，因為呢口鈴呢就一定會比較擺啲噶啦，遇到側邊嚟嘅風，但係踩落去呢就唔係喎，竟然呢同我對 Mavic 比呢係冇咁擺喎，竟然我諗因為呢對 Hyper 呢個設計呢係比較圓滑啲啊，所以呢啲風呢撞落嚟嗰下呢嚟得呢冇咁 harsh， 嗰種擺呢就係腍好多，係預料得到咯。我之前同 WinSpace 傾呢一條片嘅合作機會嗰陣時咧，都有傾下究竟我想要38啦、50啦定係65嘅。我就當時就好擔心呢一套鈴會好擺啦，所以我最尾咧就係減咗38mm嘅。但係如果我知道套鈴係可以咁 stable 咧，我就一定會減50噶啦。OK， 我哋講下個品質啦。呢一方面咧，我真係有啲驚。因為聽過太多其他車友分享過嘅故事啦，啲低級碳鈴咧就有機會裂啊、爛啊，或者走唔係好耐咧就開始冇咁直。WinSpace 就係用呢個日本碳嘅，佢哋運用碳纖維嚟做龍組咧都有10年噶啦，同埋佢哋都有提供車鈴俾好多唔同嘅車隊，喺國內都贏過好多唔同嘅賽事。呢個品牌可以話有呢個保證咯，睇落去咧就好高質嘅。但係咧，我覺得最好咧都係留翻等我踩到去1000公里，再拍多一條片嚟同大家分享下佢個
品質。喺呢一刻呢，我踩咗大約有300公里到啦，踩過好多唔係幾靚嘅路啦，都算有 gravel 啊，撞過好幾次窿啦，套拎依然好直咯，轉得非常之好，同新嘅一模一樣。OK， 價位嚟講呢，可以話係以呢個價錢內呢，性價係非常之高嘅。1200蚊美金嚟講，重量係1300 gram 樓下，前後 ceramic bearings。UCI approved， 仲要跟2年保養。Winspace 話佢哋嘅50mm Hyper 係快過其他嘅廠家。Ambini Engineering 都有拍過一條短片，做過呢個測試嘅。對 Hyper 喺爬坡同埋擾流嘅方面，喺2方面係勝於任何一套拎嘅。當中有啲牌子仲係佢3倍嘅價錢，去到80mm 厚都贏唔到佢呢個50mm嘅 profile， 真係好 impressive。OK， 咁最後嘅結論呢，我對呢一對 Hyper 嘅碳拎嘅評分呢，就同其他 YouTuber 係冇分別㗎，真係好嘢嚟㗎。個設計又靚，套拎又真係快，價錢同某啲大牌子比平成幾倍，值唔值得買？我覺得值得啦。會唔會令你快啲？當然會啦，但係你唔好諗住可以跳級咯。踩公路車係好講求體能嘅，唔係話俾部靚嘅單車你就可以踩得好快咯。如果你有機會擁有一對 Hyper 嘅碳拎，唔知道你會揀邊一個深度呢？不妨喺下面留言同大家分享下。對於有興趣購買一套碳拎嘅觀眾，可以用以上嘅密碼嚟換取10% 減價，係喺 Winspace 嘅網站購買任何嘢都可以換取呢個折扣。呢套 Hyper 嘅碳拎帶起咗 Winspace 呢個品牌，除咗碳拎，佢哋仲有其他值得留意嘅產品，例如佢哋嘅超輕嘅 Aero 車架 T1500 同埋最新出嘅 G2 嘅 Gravel 車架。我會喺下面留低佢哋網站條 link 同埋呢個10% 嘅密碼。今集嘅 Man on Wheels 就講到咁多啦。如果你對以上嘅話題有興趣呢，就記得俾個 like、訂閱同埋分享。今日就講到咁多啦，多謝收睇，下次見。